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，了解一下这对，请看。我和他在一起已经大半年了，刚开始2个人对于对方都很满意，但是在一起生活之后呢，就发现了很多问题。我们这个年龄了，一心想找个伴儿，依靠过日子，想和他领结婚证，名正言顺，但是他一直也不表态，而且我还发现了他常和异性联系，让我心里很不踏实。今天我来节目就是想找他要个答案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刘先生66岁，来自山东，退休医生，有请。张女士59岁，来自山东，退休工人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刘先生是丧偶是吧？是的。张女士您是离异对吧？是的。啊，也算一个缘分是吧？2个人是在旅行途中认识的对吗？对对对。当时吧，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，我们去南方旅游啊，在一辆车上，正好2个座位挨在一起，我们这样就认识了，逐渐的了解了，慢慢的就走在一起了。啊，现在双方的孩子都大了，对吧？对。啊，您是女儿，我是女孩。成家了吗？成家了。您呢？我也是个女儿。成家了吗？成家了。现在是您想要嫁给他，是吧？对。您不打算娶？有点犹豫，所以今天是想来这儿把这个事儿谈清楚，是吧？是的，我多次催他去登记，他不去，我就琢磨着是不是他外头有人啊？我就想通过咱这个栏目嘛，给我们做下工作。好，我再问一个这个庸俗的问题啊，世俗一点，都有房吗？都有啊。您有房啊？是您名下的还是闺女儿名下？我的。您呢？我也有房，我的名下。你看，我们经济上都很独立，我们差不多，可能您退休金比他高一点，是吧？高多少啊？高个1、2千吧。啊，行吧，这个就条件都匹配了。如果你们再婚的话，双方的子女不会有意见吧？没有，也没有意见。你看，经济条件合适，子女也不反对，那么为什么不领证呢？您刚才说您怀疑他在外面有什么人，是吧？对。啊，怎么会有这种怀疑呢？有一天中午我们吃饭，就有一个女的就发来语音，就跟他说，刘哥，你干嘛来呀？说的很酸很酸的，放一下，暂停一下吧。嗨，放就放吧。这个你心里最清楚，有没有事儿？无所谓。来，我们先听一下。刘哥，你好，你现在在干嘛？吃饭了吗？哎呦，好长时间没见你，还挺想你的呢。哎，刘哥，你到周日啊上我们这儿来参加一个活动，一定来啊，不见不散啊。这是干嘛？推销保健品？他这个人吧，我可以解释一下，就是一个一般的朋友，他是搞推销的，投资理财呀，他是拉拢人的。他对谁都这样。对，莎娜老师有什么话要说啊？没有，一听就是热情的推销员。这个很职业是吧？行了，这解释您信吗？我不相信。您不信没关系，挂在这儿。还有什么让您起疑的？咱再说。还有就是有一天晚上，他这个前女友就打来手机，就问他，老刘啊，你看我吃什么药啊？我觉得我就不乐意了，干嘛来这是啊？对吧？他知道我们2个走一块，他为什么还要干涉我们的生活呀？老刘，你说这个事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有病上医院去不就行了？还至于打电话到家里来？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这个事情我给他解释过多次了，他老是抓住不放。就是原来吧和这个人聊过，我也没有感觉，他有点一厢情愿，时间很短就结束了。结束了，但实际上就是也不是仇人，因为我是大夫嘛，他就
哪里不舒服，偶然问一问我啊。那天是他肚子疼，有点，我说吃的哪里不舒服了，还是就是什么肠痉挛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可以热敷啊，可以就简单的给他说了说，他就不高兴了。你别狡辩了，我跟你说哈，啊，哎，要不然你让他来家里，哎，你两个过，我走人，什么事啊这是？打电话打家里来了，你两个单独打电话不知道，我就不管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就不能放过这一次。你这个脾气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把这个问题弄得那么大，哎，就是不用小题大做啊，就是。这件事儿咱可以稍微定一下性啊。咱们假设他跟他的前女友叫藕断丝连，放在这儿，还有别的让您怀疑的吗？还有一次。还有一次呢？还有一次是一天早晨，他从那个厨房里拿手机出来了，我说你干嘛嘞？他说那个谁给我来语音。我怎么回事啊？再一再二的，我说语音有事在房间你可以直说嘛，没必要你拿着手机上厨房里去，这样我当然一起怀疑了。这个事情我也是给你解释过的，因为早晨呀你还没睡醒呢，完就慢慢的去厨房里就点开听一下。你是强词夺理，你既然没睡，你在房间里，在卧室里，你两个就说就行了。不是，您后来听那个语音了吗？我听了。那语音说的什么呀？就说的也是他们以前搞项目的。哦，等于现在出现了第3个女人了，对吧？这也是第2个女人。哦，第2个女人。对，还是那个前女友。哦，这还是前女友。哎，还是他前女友。哦，目标开始锁定到前女友身上了啊！就这3件事是吧？对对对。让你很不舒服，对吧？啊，行。还有嘞。还有啊。你让他说吧。我说什么？我还说你吧。你在那里看手机，整天甩杆呀、甩地呀，叫的那么亲切，你说我听了能舒服吗？早上好了，晚上好了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这是。关于这个甩杆甩地这一块哈，我现在我是干的这个微商，哎，我只是个称呼，我觉得也没什么。还非要早晨好了，晚上好了，你还是刮着还是想着啊？你说这我能舒服吗？行，这么听起来就是好像彼此对于对方的这个忠诚都不是特别相信。是的，您不相信他？我有点怀疑。你也不相信他，对吧？我不相信他啊。所以这个刘先生那个做法呢，就比较顺逻辑了，因为我不相信嘛，所以我现在不打算娶你嘛。这个您这个就有点违反逻辑了，不相信干嘛还非要嫁呢？再考察考察不好吗？再一个，平常我们在一块儿，我感觉他还是能包容我的。啊，因为我脾气好。哦，脾气好。对。那咱们把这个所谓的信任问题先放在一旁，你们生活习惯什么的怎么样啊？融吗？生活习惯实在是不很舒服。比方说，这个早晨起来呀，我家住的那个地方有一座小山，又不高，离我们家还挺近，然后活动活动挺好的一个环境，是吧？锻炼身体多好呢。说过多少次了，怎么也请不动他。咱两个都下楼遛弯去，谁知道卫生呢？家里是你刚吃了饭，桌上摆的碗过的，谁知道卫生啊？我得知道卫生吗？我在家知道卫生，我就等于我锻炼了。但是您看不惯，还有啥看不惯的？过不惯的？还有看不惯的呢。他就是这个，你像咱们吃饭、这个睡觉，这都很重要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哎，他吃东西啊，他就是怎么说呢？像小孩一样，哎，想吃的东西就吃不少，不想吃的就是好了，俺不吃了。剩下一个是浪费，一个是他吃的也不够。他喜欢吃水果，这我倒不反对。哎呀，吃一个西瓜能吃一大半，我都吃不上。你说你那一次你吃了几个石榴啊？吃了3个。哦，3个，你还知道啊？你看他能一下吃3个石榴，到吃饭的时候就不想吃了。我就是不喜欢吃东西我就不吃，我喜欢吃的我就吃。哎，这我没找你之前我也是这样生活。你得改，问题是老是说不听。你不要光说我的不是，你也有问题吗？肯定有，肯定有。你说吧，我不怕你说。喝了酒，哎，也不洗也不抹就上床睡觉了，啊，就是到家以后衣服一拽，然后需要什么东西找东西，就得问我，哎，那个东西上哪去找不着了呢？你捡来吗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找不着东西呢？你那意思是我拿你家东西了？我怎么能怀疑拿我家东西呢？你如果看见的话，你告诉我，咱们不就找得快吗？对不对？我问问你怕什么了？我觉得你问我，我觉得我心里也是不舒服。哎，你就是这个脾气。有一次有一个指甲刀我找不到了哈，我寻思他能看到了吧？
好，他就不高兴了，又说啊，我就偷你的指甲刀嘛，啊，我就拿的什么东西嘛，弄得挺不愉快。他就是这个样。你说再一个，你喝酒，我不得让你偷着喝酒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喝酒咱俩还打一仗。我是犯他这个胡叨叨，本来我喝的也不多。哎，行了，哎，好了。他这样呢，您是每顿饭都喝酒吗？不一定，有时候高兴了，有时候累点了，或者是喝点说这也很正常。您大概您说喝的不多，大概喝多少啊？喝个1两2两的，是吧？那很正常。他这样一弄呢，我反而喝的多了，我有点生气啊，我不高兴啊，然后赶紧喝了算了，一下喝一大口。你说你这小事太多了，你管那么严干什么？这也不是小事，这些小事积累起来就是等于是大事了，知道吧？关键是你不改，这个喝酒对吧？咱两个打得很厉害啊。你说你不喝酒了，我不在家你就偷着喝。这么听下来，我觉得不结婚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呀。信任有危机，生活习惯过不到一起，不这么很快的结婚，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哈。我感觉吧，就是对他印象也是不错的哈。他要走了呢，我还挺留恋啊。他要在这里呢，我有时候还不大舒服，还挺矛盾。您倒真行啊，您得给个态度啊，对不对？有一次也是闹得挺严重，就差一点就分了哈。你看，就是说他刚才说的那个晚上，就是人家给我打电话那个事，就因为这个，非要闹着走啊。不在你这儿来，你让那个人来陪着你吧。就走，你说挺晚了，下着小雨。你要是听到也不舒服这个事儿，知道吧？他知道我在家，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行了，你先别打断我的话好不好？你就是不让人说话，你这个脾气就是这样，这一点我也冷烦，对不对？闹着走，我就把他追回来了，还也哭又闹的，就勉强回来了。结果还有一次呢，也是因为这个事，都是一个小事。行，我就想问问啊，对于你们俩的情感，您的打算是什么呀？我也是想有个证哈，就是名正言顺啊。但是我觉着好像还有点犹豫，再磨合吧。我再进一步了解的全面一些，深一点。他那次走了一次吧，就想不再来的那个意思。他平常走了我还不难受，他真要那样呢，我们两个不断的视频，他哭我也哭。你看，这是弄的这个，哎呦，在一起难受，不在一起也难受。对，就把他叫回来了，他也愿意回来。行，就是我来问问张女士啊。干啥非要哭着喊着嫁给他呀？我总觉得找个伴儿不容易，就想找个依靠。后半生吧，就想踏踏实的过日子。您还要什么依靠？房也有，退休金也不少的。这个房子钱都是身外之物，我们这个年龄了，就是想找个伴儿啊。那今天来，如果他还不决定娶你怎么办呀？我还是希望他能给我个名分。大家伙给我调解。行。其实这么多年了，到这个岁数，谁还没点个性呢？这个性应该怎么调整呢？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当中，应该注意一些什么？我们把这个难题留给老师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好傻呀！年轻人都有很多毛病改不了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女婿身上全是好毛病吗？有点臭毛病，有点臭脾气吗？有毛病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。对，那你们干嘛非让对方改呢？没有人没有缺点的。就像我们家大姐说的，我可能早上就是不喜欢出去遛弯，可能这就是我的生活习惯，您非得让我改，我改不了。那同样对于大哥来讲也是一样的，他可能就是喜欢每天出去遛个弯，他可能吃饭的行为习惯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要连他几十年的习惯都接受不了，那你们怎么再婚？然后另外第二个事情，我想说一下咱大哥。您觉得大姐为什么会怀疑您又跟那个女的可能有问题，又跟前女友有问题吗？说不好听的，有点神经过敏。他不是有点神经有问题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没从您嘴里听到您对他好。您从头到尾一直说你这个地方不好，那个地方不好，你哪都不好，所以他觉得您不爱他。他也需要从您嘴里听到您对他的关心，需要您夸他，您天天数落他，所以他总会去找点事儿啊。他为什么不爱我？一定是外面有人了嘛。所以如果您真想跟他在一起，您多夸夸他，您越夸他，他越踏实。他本身就跟您不一样，
他是因为没有得到爱而离的婚，他需要跟您在一起是得到爱，所以您别再老是埋怨他了，越埋怨这个家就越没有了温度。所以对大姐来讲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您就喜欢他，您就想跟他在一起，那你就跟他说，你出去遛弯，我在家把饭做好了，你回来我们俩就吃早饭，这不也是过日子吗？所以两位考虑一下，如果真的想再婚的话，就必须接受对方身上的缺点，别老想让他改，越想改自己的生活越不幸福。谢谢小鹏老师。我倒是觉得现在真的不太适合结婚呢，我觉得你俩中间隔着什么东西，是什么呢？隔着心呢。就很小的一个细节，刚才说到大哥在家里说，哎，我那指甲刀找不着了，正常人的反应是说，那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找找，或者你扔哪儿了？你看你又不好好放东西，上次告诉你别乱放。但是不一样，您的反应是，我还能拿你一个指甲刀啊？这不对，这不是谈恋爱恋人之间该有的信任关系。他当时那个口气就问的我就觉得很气愤，你知道吧？人家一个指甲刀问您，正常人的反应是，我帮你找找。没有人会反应，我是你女朋友，我还能拿你一个指甲刀吗？您想想，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？是因为打您心里，您觉得，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避风港，我不想占你一丁点的便宜。但凡是涉及到一丁点利益的关系的时候，您就一定要想办法撇清楚，告诉他，我不是为了图你什么，我只是图你这个人，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只是想要让你娶我，给我一个名分。所以因为这根弦儿把您的心里给弄拧巴了，你的心态不平衡，你的心特别的不平静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正视你和他之间的问题和关系。这就是叫隔着心呢。你不信任他，他也不信任你。我刚才说到你对大哥是依靠，你知道大哥对您是什么吗？对您是需求。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天平不平衡，才会造成你心中这么没有安全感。你真的觉得他跟那个什么前女友啊，什么推销员有关系吗？没有。您希望通过让他来娶您这件事儿，证明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，而不是证明他的清白。所以我觉得您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大哥也一样。您刚才说到一句话，我就能理解您对他的需求了。你说我在坚持坚持。您一旦用到坚持这个词儿，您其实心中的意图非常的明显。我再看看我还需要多久能放得下这个女人。您试探过她真的走和假的走，您自己心里对比过，假的走的时候啊，我没那么难受，真的要走吧，我心里有点难受，不行，我得再等到我心里真的不难受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让她彻底的走了。如果您是抱着这样的心跟她在一起的话，您就别再伤着她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张娜老师。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60耳顺。你们都已经到耳顺的这个阶段了，可偏偏你们的问题就在于总是听不进去别人的话。我相信在这段感情当中，可能更加保守的或者更加自私的是大哥。您是丧妻，一定很痛苦。对。你以为有大姐走进了您的生活，就是走进了您的心里了吗？并没有。没有完全。是的。您虽然没有做出具体的事实，好像是在背叛着大姐，但是您不让她进心门，就是一种自私，就是一种不负责任。请您深思，然后做出一个果断的选择。大姐，您的心里是一直想有一份真正的感情的，因为您遭受过不幸的婚姻，因为您知道不该如此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着急呀。我们要用心去体会对方对你的感觉里的有没有一丝的全心全意。想必您找的那些理由我们都看到了，太虚了。因为您恰恰就用这种虚的东西，因为您抓不到一个事实吗？他没有啊，他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儿，但是就是抓不到那颗若有若无、似近又远的那颗心呐，所以您着急了。
但是请在做出这个决定着急之前，先退出和他现在这个关系，再去看，再去判断，再去决定这个人是否能够真正的被您的真情所打动。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薄情的人，因为之所以他对于过去的人留恋，就是一种专情的表现，也许这就是您看上他的点。但是如果他的情不向您这边转的话，那你们就应该是成为一个朋友，而不是夫妻。所以看重内心对您来说是最关键的。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其实没什么，我倒觉得你们两个人感情是有的，因为可能大哥大姐到你们这个年纪，你们都不知道这爱情是什么。其实很简单，在身边不舒服，走了之后更不舒服，这就是爱。大姐，你呀证明一个道理，就你证明了女人不管多少岁都会作，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作了，你知道吧？年纪越大你越作。作这件事情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叫管辖权愤怒。就是我管你，不是因为我真的要管你，而是为了证明我是有管辖权的，是有资格管你的。但是呢，你的反应告诉了他，你没有资格管我。这个时候他就形成了愤怒，就越来越作了。所以为什么他哭？为什么他要跑？都来自于这个地方。你给他所有的一切的回应，不是告诉他对你管我管得好，管得对，而是你凭什么？你给他是这个态度，是吧？都错了。你以为有管辖权就有拥有权吗？一个人的心是不是属于你和你能不能管它是两回事儿。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支撑，你要的是每天晚上有人在你身边能说真心话。但问题在于你没有把心门打开。刚刚曲总说没有把心门打开，这点我也挺同意的。但是你把心门打开了吗？也并没有。做人啊，要学会柔软起来，再给彼此半年、1年的时间，看一看能不能重建一种新的属于你们的情感生活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啊。我刚才脑子里面转了几个词哈，我觉得接受比改变重要。你想让他不吃水果，不可能；你想让他不喝酒，也不可能。所以接受是不是比改变重要？要想好。还有什么更重要呢？选择比接受重要。我就要选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吗？臭味相投的人吗？我们臭味不能投在一起，接下来不又谈要想改变了吗？那什么比选择还重要呢？相信比选择还重要。相信我配拥有一段好的爱情，相信我选择并且了解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。逢急则缓，放一放，再看一看要不要走在一起，这大概更明智。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那个老刘啊，那个咱们认识100年了，我还是舍不得你的。我今天就是想要个结果，你给我说法，能和我去登记去吧？我对你的印象也是挺好的，我也离不开你。我只是觉得有好的一面，也有怎么说呢？应该是早晚的事吧。我再考虑一下。你耐心等待一下吧。你别等啊！情到深处啊，落泪了。但是逼婚这件事儿就算了吧，多辛苦啊！咱今天给个条件啊，你说我通过今天节目我就要去领结婚证了，您就出来。您说这结婚证我不领，我还想再看看，就别出来了。听明白了吗？不出来意味着我们现在不领结婚证，但是不代表这段情感我们就此终结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吧，预测一下结果吧，小鹏老师。大姐肯定会出来，我觉得大哥应该会出来。双出对吧？我觉得对。好，来。我觉得
他不会出来，他会出来。单出，女生不放弃，我就要你娶我。男生说我再缓一缓。对，曲总，洪尚，好嘛，来，我觉得两个都不出来。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第一次，一起为我也在乎停！不哭啊，不哭啊，喜极而泣。你能给我个结果吗？可以。来，就问一句话啊，回家就领证是这意思吗？大哥，是的。这结局是你想要的吗？是的，就想要这种结局。好吧，一起见证属于这对未婚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你说好好的过日子啊，都互相包容。我们都好好的。好嘞，互相包容哈。是我离不开你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们永远走下去。好的。谢谢两位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就算停止旋转时间，我的心不会变，下辈子再爱。领了结婚证再去磨合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也挺好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